这一睡，不知过了多少年月，这里根本不是蓝星，我穿越了。苗头，我的孙女！网文定律说得好，穿越者必带金手指。丁，检测到河氏宿主。河神系统绑定中，成为白水河河神宫。金手指是有了，但河神是什么鬼？还是一条破小河的河神？想我大曾妖君，竟让我屈尊当小河神，简直侮辱我万年道行！什么破系统，也不稀罕。放开我孙女！放开！这荒僻小河哪有神仙会来？小小水鬼也敢在我面前造次，敢耽误我睡觉，还想害人性命，这奖励不拿白不拿。唉，还是来了。说到底，是我先的浪卷他下水，救他俩失了因果，才不是为了任务。散。丁，任务完成，奖励入梦术，奖励功德100。反噬，垃圾神通，果然没什么指望。功德可是好东西，妙用无穷。我大概某清了，做任务得功德升神格成神君。不好意思，老子本来就是妖君，无语，半点功德反应都没有。果然想多了，还是回去挖洞府睡觉实在。爷爷，我看到水鬼了。没事了，妙童，没事了，爷爷在呢，不怕了啊。河神显灵，哇，河神老爷好大呀！唉，得收敛点了，不然妖躯一路，胆小的当场就得吓死。以前青城山俩亲戚就干过这事儿，青色的那个还吓死过人。神婆穿越，白水河浪涛移动，那是河神震怒了。要跑了！明日50，河畔举办河神大祭，平息神怒。河面果然有异象，真的是河神老爷降怒了。这可怎么活啊？钱粮本就不够，还要凑祭品。这白水河大祭，最恐怖的规矩，人人心知肚明。其中最重要的祭品，便是要献祭一对童男童女。这地方风景不错，适合睡觉。这可怎么办啊？再这样下去，全村人都要活不成了。只能去求邻村的马神婆了。传闻她通晓术法，能知阴阳，可与河神直接对话。是河神真正到了洞前，你们生生世世受白水滋养，却供奉懈怠，河神要降灾灭村。我们日日上香，从未怠慢啊！大错已著，想要平息神怒，必须献上童男童女一对，且1年1祭。多谢神婆，多亏了您，我们才能安稳度日。这群蠢货还真以为有什么河神，不过是那头鱼妖嘴馋罢了。老婆子正好赚个盆满钵满。神婆，白水河又异动了，求您再帮帮我们。哪儿敢真去沟通河神？白水异动，定是那头君居深潭的绝馋猪嘴遮拦了，想提前前情。老婆子已与河国通了意，今年乃阴阳交汇、水脉归元之年，必须年中佳祭一场，明日便办。李家，李妙彤。
不行，我儿从军战死，儿媳早亡，我就这么一根独苗，你们谁敢动他？可怜，那让你家孩儿去替。规矩就是规矩，按住他，把人带上来。放开我！老李，对不住了，我们也是没办法。爷爷不哭，妙儿愿意去伺候河神老爷，他昨日还救过我们嘞。规矩就是规矩，按住他，把人带上来。放开我！老李，对不住了，我们也是没办法。爷爷不哭，妙儿愿意去伺候河神老爷，他昨日还救过我们嘞。明明还没到时间，怎么突然又有祭品送上门了？这洞府深入地底数百丈，足够我舒舒服盘起腰躯，安安稳稳睡大觉了。忙活也忙了大半夜，总算能好好睡一觉了。丁，河神任务发布：斩杀吃人鱼妖，任务奖励静心咒。系统早不响晚不响，偏偏挑在我刚要睡觉的时候炸响，简直是存心跟我作对。吃人鱼妖是吧？又是这种不痛不痒的低阶神通是吧？我倒要看看，是哪个不开眼的杂鱼敢跑到本君的地盘上撒野。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东西，敢在我的河道里干吃人的勾当。河神老爷，今年的祭品给您送来了。河神老爷，妙童来见你了，你还会像昨天一样救我和爷爷？原来是昨日那个小女娃，这群蠢货竟然把我随手掀的浪当成了吃人的凶神降怒。好，很好，拿我的名头干吃人的勾当，还敢动我救过的人，真是活腻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级别的威压？不可能，这小小的白水河，怎么会有这瞬间收敛、跟姚妹一样眨眼恐怖的存在？就是你这只杂鱼，在我的河道里吃人。好一个装神弄鬼，好一个河神降怒，拿我的名头干这等伤天害理的勾当，真当本君死了不成？一个装神弄鬼的老钱婆，一只吃人的杂鱼，也敢在本君的地盘上自称河神？既然敢冒我的名号，就要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。两个杂碎，一个都跑不掉。本君今日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河神。来了。畜生就是畜生，定了1年1季的规矩，还是压不住食欲。赚够了钱，我便寻个地方跑路。河神老爷，河神老爷来啦！
妙童啊！是河神，这位才是真正的河神呐！睡个觉都不得安生，刚处理完一个杂鱼，又来一个冒名顶替的，真是晦气。初看灵石的筑基杂鱼，就敢冒充本河神吃人。大佬，你谁呀？俺在白水河都4年了，从来没见过你这号大神，明明是我先来的。而且，这股无处不在的威压，明显是恐怖到极致的妖气。这位也是妖啊，而且是我从未见过、前所未有的绝世大妖。但是绝世大妖怎会突然降临这荒僻的白水河？就算要吃人，这两岸不过寥寥100人，哪里有够大妖打牙丝的？真正的大妖不该是卷起黑云，直接飞到城镇，大口一张，便能将成千上万人类纳入腹中。完了，这次彻底完了！冒名顶替撞到了正主头上，还是个绝世大妖，我死定了！真是个傻妞，都要被吃了还笑得没心没肺。就是昨日救了自己的河神。是他，真的是他，昨日救了我和妙龄的河神老爷。这才是真正的河神，我们拜了4年的，根本就是个吃人的妖怪。一个刚刚踏入炼气的杂鱼，我虽然没有读心搜魂的神通，但我的万年阅历不是单纯用来睡觉的。汝借河神之名，行吃人之事，搜刮民财，祸乱村落，该当何罪？求河神老爷恕罪，我等挫败妖邪，求河神老爷饶命！愚昧的凡人，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，拜了4年吃人的妖怪，反倒感恩戴德。河神饶命，老婆子知错了，求河神老爷饶了我这条狗命。河神老爷饶命，小妇人也是被逼无奈，是那余妖威逼。被逼无奈。规矩是你立的，祭祀是你操办的，钱财是你收的，娃娃是你亲手定下的。如今一句被逼无奈，便想接过这许多条人命，因果可不是这么算的。小妇人知错了，再也不敢了。求河神老爷开恩从今往后，该打鱼打鱼，该上香上香。再敢有人借河神之名妖言惑众、敛财害命的，下场便与此妖一般。妙童，我的妙童。多谢河神老爷，多谢河神老爷救命之恩。
这老贫婆怎么处置？杀了他！把他丢进河里，不行，那会脏了河神老爷的白水河。扔到山上喂狼吧。这老喷婆坑害了我们不少银子，肯定都还藏在家里。咱们去抄了他的家。我觉得咱们应该用这笔钱给河神老爷正经修一座庙，供奉香火，感谢他老人家斩杀鱼妖。对于自己刚刚的冷酷后表现十分满意，而且这一通发泄，心情也格外舒畅许多。做河神，咱也是有天的。杀吃人鱼妖，守护一方水域，任务完成，奖励静心咒，奖励300功德。又是一个有点用，但似乎又没什么用的神通。去角落吃灰吧。功德累积到了400点，顾墨想要凝聚神格提升品道，应该还要差点意思。就算功德足够，想要提升神格品道，咱也不会啊。算了，先睡觉吧。这老偏婆这些年，竟是吸着他们的血汗过日子。按方才说的，咱们给河神老爷修座庙，塑金神，盖大殿，以后日日上香，绝不敢再怠慢。只是一座像样的神庙，光靠村里人手远远不够。砖瓦木料、泥塑颜料、祭祀器具都要往清源镇采买，像样的工匠、画匠、塑匠也得从镇上请。这什么动静？竟然给我起了一座河神庙！没想到这些村民倒是有心了。香火这种东西与法力类似，可以用来提升神体、神像、营造神域、施展香火神通等等。只要信徒足够多，来量就很快。但缺点也明显，要是失了信众的支持，也会快速衰弱。白水河神显灵杀妖，村民立庙的消息逐渐在青阳镇口耳相传。荒谬！如今天地唯有朝廷可借黄天气运册封神术，安邦护民。此等僻野荒祠，竟敢假借神明蛊惑乡民，甚至牵扯活人献祭，简直是邪魔外道！可怜乡野村户愚昧，不辨真伪，反叫妖魔猖獗横行。两位师兄，我听周遭传闻，这新立河神似乎未必是恶神，咱们要不从长计议？师弟糊涂啊！妖精鬼怪哪有良善的，必是蒙骗乡民的诡异伎俩。无论如何，先去那河神庙看看再说。是，师兄。是，师兄。自从成了庙祝，爷孙俩的生活也渐渐好转。李有余愈发感恩河神，成了陆离的忠实信众。他脸色一变，只觉这三人气度不凡，身上都有一股灵力气场，心中升起不好的预感。连云宗周衍携师弟赵传
尹妃下山巡查，听闻此处河神显灵镇杀妖邪，特来查证，还望河神圣驾降临，容我等一问。懒得理会。他是听自家儿子说过，天地之间有仙门斩妖除魔，护佑一方安宁。没想到白水河余妖肆虐4年，没有仙门来管，河神显灵之后却是碰上了。3位仙长，河神老爷在河底清修，不喜俗物惊扰，但我敢用性命担保，他老人家绝非妖邪之流。是啊，也许河神老爷在睡觉嘞，你们要是不上香，就不要打扰他。而邪魔外道，无智无风，竟敢在此处妄称河神，收受百姓香火。今我仙门巡查到此，却藏头露尾，不敢现身。我看你亦是山精狡怪之流，妄想成神。今日我便替天行道，拆了你这破庙，看你露不露面！住口！你们胡说八道什么？河神老爷是大恩人，那日余妖要吃庙童，是河神大人从天而降杀了余妖。余妖在白水河肆虐数年，你们仙门不来，如今河神显灵斩妖，你们反倒来恩将仇报。我看你们才是那余妖的同伙。爷爷，不许你们欺负河神老爷！恩人，2个凡夫俗子，被妖邪迷了心窍还不自知，看我先把你们拿下，再逼着妖神现身。住手！要回庙，先踏过我这把老骨头。冥顽不灵！既然你们不肯让，那我就先毁了这神像，看你这妖神还装不装死！这怎么可能？都这么近了，怎么还看不清河神老爷的脸嘞？哭得我脑仁疼。哎呦！就是你要拆本河神的庙，狂妄自大，欺无信徒，该打！你修为最高，眼见同门欺凌凡人，却迟迟不肯出手制止，管束不力，罪责难逃，该罚。多谢河神前辈手下留情，晚辈必谨遵教诲。毁庙伤人，惊扰乡民，将你们身上所有银两尽数留下，用作庙宇修缮、补偿安民之用。滚吧！
爷爷，河神老爷走嘞。妙童，河神老爷又救了咱们一次，快给河神老爷磕头！其实他本来是懒得出去，一个河神庙砸了就砸了，那点香火还不如他一口气吸的灵气多，他也不在乎。不过李有余和李妙彤毕竟是我的妙祝和童子，要是被别人打伤，岂不是显得我这河神必有不了信众？就是这样。太阳已经落山了，今晚月色好像不错。就去赏赏月亮吧。一身骨头碎了大半，体内经脉也遭了重创，非是灵丹般妙药，否则绝难恢复。好在他们连云宗疗伤用的丹药也是有的，尹飞这一次没有死掉，就已经万幸。他心有余悸，满脑子都是那道青山神语滔天威压。周师兄，那究竟是什么存在？是药，而且是化形大药。那股威压野性苍茫，带着俯瞰生灵的凶烈与淡漠，那是大妖才能有的气象。化形大妖，那他的修为至少是元婴境，甚至更深不可测。元婴境，我连云宗上下，恐怕唯有闭关多年的宗主才有资格与之议论。我等在他面前，与蝼蚁无异。他们心里哪敢兴起半分报复的念头，只能尽快返回宗门，将此事如实禀报。毕竟连云宗附近新出现一尊化形大妖，这事情非同小可。只是周衍万万没想到，他们一行的直寻历练，刚刚下山就这么无疾而终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仙门弟子闯庙，河神显灵打跑3人。河神显灵护佑乡民，还打跑了仗势欺人的仙门弟子。河神显灵护佑乡民，还打跑了仗势欺人的仙门弟子。河神显灵护佑乡民，还打跑了仗势欺人的仙门弟子。这消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很快便在白水河和南北的村落里传开了。我们一起修，对，修好它！嘿呦，嘿呦！老板，这瓦怎么卖？1文钱1块，大家小心点，别摔着了。大家加把劲儿！对，快到了，到了。河神显灵大展神威的消息流传开来，让往来上香祈福的人也比往日多了数倍。大人，不好了！他乃朝廷命官，又执掌青阳镇多年，最清楚连云宗的身份。那可是坐镇青阳、斩妖除魔的道盟仙门。连云宗底蕴深厚，手段非凡。连云宗的弟子，就连府城大远见了，都是要以礼相待。白水河，我记得那不过是极为荒僻的一条小河，怎么会突然冒出了一个什么劳狮子河神，还将3名连云宗的直寻弟子给打成了重创？他是知道连云州沦封的，虽然有些仙门弟子共有的孤傲性子，但是降妖除魔的本质向来是责无旁贷。难不成那白水河神是凶蛮妖罪，所以双方起了冲突？而且连云宗还没弄过人家。想到这里，顾明又惊又惧。这白水河神凶威此，若是妖性大发，那他治下的青阳镇百姓该当如何？光凭镇上的香火城隍，恐怕够呛能挡得住这样的凶妖。
顾明当即派人带了一封亲笔信前去连云宗拜访，立刻备马，将这封亲笔信星夜送往连云宗，务必亲手交到宗门长老手中。连云宗回信。信中直言，白水河神疑为化形大妖，连云宗已回禀道门，近日还会封山闭宗，等待连云宗主出关后再做定夺。连云宗建议顾明约束百姓莫要靠近白水，对方非是蛮不讲理之辈。顾明收到信后，又是好几夜没睡好，他不断派人打探河神庙的消息，从白水两岸的村民收集情报，得知这位河神很少现身，几个月来一共也只显灵2次，还都是为护佑乡民，无祸乱地方的举动。顾明终于稍稍松了口气，不过他的眉头并未舒展，反而渐渐愈发坐立难安。又过了3日，顾明终于下定了决心。你们几个跟我走。是。命所有护卫、衙役就地等候，仪仗骋祭品，随我入庙。从晨光初露到日头正午，顾明始终跪伏在地，一言不发。平退左右，除2名亲卫留守，所有仪仗、护卫、衙役，通通折返青阳镇。而他自己竟依旧跪在蒲段上，彻夜未起。他3日未食，只喝了些许水，神情已然恍惚。青阳镇镇官顾明叩拜白水河神尊上。半月前，下官祖宅突遭阴祟侵扰，夜夜异响不断。次子梦魇家仆被伤，先祖牌位不得安宁，阴邪之气愈演愈烈，已危及河族性命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唯有斗胆叩求上神显灵，平息下官祖宅阴祟，救河族于水火。3日未进食的他早已撑到极限，满心惶然地等候神谕。河神任务发布，度化冤魂。任务奖励5雷正打。顾大人，你可以回去啦。不过续息之间，他竟然从河神庙内径直出现在白水河的石崖之下。大人，我等怎会在此处？我们方才明明是守在庙门口。顾明到底与仙门打过交道，当即定下心神，这般不动声色便能挪移数日，跨越空间的神通，玄妙莫测，更非寻常修士手段，是河神显灵施法。他心中明了，河神虽未显形开口，却已是欲令他折返而归，不必再拜。走吧，河神老爷让我们回去。倒也算诚心，香火也敬奉了不老少，就抽空走一趟吧。转瞬之间，陆离虚立在青阳镇的上空。脚下的青阳镇一片静谧，灯火俱熄，像是一只沉睡的小兽。陆离虽然不知顾明家的祖宅何处，
但却记下了顾明的气息。瞬间笼罩了青阳镇方圆100里，万家烟火汇聚成人气，人气各有殊异。陆离对照着顾明的气息，神识扫遍整个青阳镇。镇中有一处人气旺盛的宅院，这是顾明如今的家宅。而在镇外西郊亦有一处气息相似的3间宅邸，此处却是荒寂无人，更隐隐散发一股令人心悸的阴寒气息。宅邸闹鬼，自然无人敢住。找到了，这便是顾明的祖宅，被一股无形的阴霾笼罩。那一双黑洞洞的鬼眼流露出本能的惊恐，浑身鬼气更如沸水蒸腾。他能感觉到我能让他灵魂都感到战栗的凶悍威压，那是生命层次的绝对压制。太上清净，明光照临，涤荡怨煞，澄净台星，破迷除妄，复归清明，三魂归位，七魄安宁。我的声音不大，却带着一种奇异的韵律，仿佛能穿透人心，洗涤灵魂。剧烈挣扎的女鬼渐渐安静下来，伴随咒言念诵，躁动的怨气尽数平息。青山猎猎，周身萦绕淡淡青光。你是谁？这系统总算还有点用。吾乃白水河神，青阳镇关进庙拜神，求我化解祖宅阴祟。今吾来此，却发现时而阴怨盘踞，是何缘由？河神大人，神威煌煌，受顾家香火，焉有公道？我若不恭，早就一巴掌将你打杀了。若有冤情，速速说来。民女名唤苏若儿，本是青阳镇郊外织户之女，爹娘早亡，孤身一人，只靠着一手织布手艺勉强糊口。半月前，顾家赤子顾灵游街路过，见民女有几分姿色，便暗中指使恶仆，夜里将我强掳进这顾家祖宅，锁在偏院之中，逼我做他藏在暗处的顽宠。我宁死不从，壮柱明志，却被他拦下，日夜看守，连自尽的机会都不给我。他在外是旁人眼中的顾家少爷，温文有礼，可在这偏院之中，暴虐阴狠，禽兽不如。他折磨我，羞辱我，扬言要将我永远困在这不见天日的祖宅里。偏这顾家祖宅除了每年祭祖，只有仆从打理，平日里更少有人来，早已沦为那顾灵作恶的魔窟。我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，实在熬不下去了。趁夜仆不备，我解下腰间白绫，在偏院房梁之上含冤自缢。我死得冤，死得屈，一缕残魂不肯散去，便化作这宅中异鬼。我恨顾灵狼心狗肺，恨他仗势欺人，恨这顾家上下包庇纵容。但我不曾乱杀无辜，老弱妇孺良善下人，我分毫未伤。我只缠顾灵，只缠那些帮他掳我、害我的恶仆。我夜夜悬铃于梁，入梦索命，就是要让他尝尝我当日窒息而死的痛苦。河神大人，我苏若儿一生清白，从未作奸犯科，却落得如此下场，天道何其不公！
我只求一个公道，只求顾灵偿命，只求我这一缕冤魂能死得瞑目。你之冤屈，吾已尽知。顾林强抢民女，逼死人命，罪无可赦。至于顾家，哼，知情不报，包庇纵容，也逃不掉。跟我走，本君还你个公道。他们一行3人本是要连夜赶回清源镇，但顾明的身子实在吃不消，故而两亲卫便在道中的破庙歇息一晚，明日一早再上路。两亲卫刚刚在河神庙小憩过，此刻精神抖擞，身形笔挺地站在门口。这好在两亲卫虽然没修过仙，但也练过武，对付寻常野兽不在话下，气血旺盛，也能让游魂野鬼退避3数。什么情况？虚惊一场。知道此人是谁吗？民女不知。他是顾家现任家主，青阳镇的镇官，也是给本君上香拜神之人。还是那顾林的亲爹。顾青灵帝瞬间翻愈贫妇的怨气，再次从魂体深处升腾而起。苏若儿眼眸微微一动，怨气复生。嘿，本想寻他当面对质，既然睡得这么香，那就梦里见吧。这鬼地方风怎么这么邪幻？别出声，仔细盯着。系统送的小玩意儿又有了用武之地。至于提及的反噬，我是谁？大成妖君根本不知反噬是个什么东西。顾明不过一介凡人，我不仅能自由出入他的梦境，就算他没做梦，都能凭空造一个出来，而且还能带着苏若儿一块。陆离舒展入梦术，指尖轻捏，一道清冽的水色灵光骤然裹住苏若儿。人在深睡之时，一般是没有梦的。顾明的意识就正飘在一片无止无休的混沌黑暗中，静谧安详。顾明，周遭物换景移，他竟然来到了城郊祖宅门口。只是这祖宅又略有不同。自从他为官发迹之后，每年都会请人修缮，而眼前的这处宅地满目破败，就像有什么脏东西抑制不住，呼之欲出。忽然，顾明在梦中彻底清醒。阴岁，有阴岁害人！他想起了祖宅的变故，次子梦魇家仆受伤，他将人从祖宅中全都迁出安置。难不成他家祖宅已被阴岁荒败至此了吗？屋中的陈设，他已无暇注意。顾明满眼皆被那悬在房梁下的一道白影所占据。那本是个面容姣好的女子，一身白色的粗布入裙，却是污渍斑斑，白绫勒着她的脖颈，让她面色铁青，四肢僵直垂落，显然逝死多时。顾家主，求你我做主伸冤！顾明只觉心脏好像被人狠狠一攥，两眼盯着骤然活过来的女鬼，什么话都没听进去。顾明冲入院里，两腿倒腾飞快，却发现他无论怎么使劲，都好像在原地踏步一般。顾家主，你的梦就在脚下，你能逃到哪儿去？这就是做梦的好处，只要敢想，就能在梦中实现所想要的一切。虽然这是顾明的梦境，
但此刻却被我一脚定住，自是反客为主，为所欲为。顾明揉了揉眼睛，这祖宅偏院阴森恐怖，只有青衣身影，周遭景明和煦，一片安宁，而且来人的样貌与河神庙的神像骤然相合。祖宅阴岁入梦索命，河神老爷救我！这顾明还以为我是来救他的。顾明微微一愣，他也是个大心脏，有河神显灵，他心中定了大半，更是习惯了被河神挪来挪去，干脆伸手去拿茶杯。只是顾明定睛一瞧，茶盏有3杯，全都冒着腾腾热气。河神老爷一杯，他一杯，那还有一杯。顾明心中升起不妙的预感。河神老爷，河神老爷，坐下。这位是苏若儿，自缢的女鬼。苏若儿，你可以说说了，为何你冤煞难消，盘在顾家祖宅？顾明这下明白了，原来是河神出手，射来阴岁当面交代。河神老爷果真是实干家，连云宗弟子说打就打，说帮忙立刻就帮。若是今夜能妥善解决，我便能还列位祖宗一个清净。半月前，顾林游街路过，他见我有几分姿色，便指使恶仆夜里将我强掳进这顾家祖宅，锁在偏院，逼我做他藏在暗处的顽宠。我宁死不从，撞柱明志，却被他拦下。他日夜看守，连我自尽的机会都不给我。他在外温文柔雅，在这院里却是禽兽不如。他折磨我，羞辱我，他扬言要将我永远困在这不见天日的祖宅里。生是他的人，死是他的鬼。我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，实在熬不下去了。趁夜仆不备，我解下妖仙白绫，在偏院房梁之上含冤自尽啊！不可能，灵儿他怎会做出这等事？顾灵在外装的温文人雅，背地里却是个禽兽不如的魔头。顾家祖宅成了他作恶的魔窟，知情不报的仆从是他帮凶。你身为顾家家主，难道真的半点不知情吗？顾家主，你就真的半点不知情？陆离的声音宛若一道霹雳，在顾明的脑海中炸开。他猛然意识到，这可不只是顾家和苏若儿之间的事情。举头三尺有神明，如今河神老爷在上，若是他顾明乃至顾家真的助纣为虐，为虎作伥，河神定然不会饶恕。此子顾林素来养在妾室林氏身边，下官真不知这孽长竟然做出如此恶事啊！若顾明确知次子作恶，又存心袒护，又怎会求到河神庙来？这分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天下断无这般蠢人。顾家主，此事你求到我头上，总该有个交代。顾明此刻心乱如麻，惶惶难安，哪有半分心思细辨这些？此事林儿为恶，理当严惩。我定给苏姑娘一个交代。严惩？如何严惩？是打他几板子，还是关他几日？即便他此刻东西其恶，骨肉血脉之情仍在，他如何舍得？我愿为苏姑娘修抄坟茔，迁入顾家祠堂，
年年春秋祭典，我亲自上香赔罪。只是灵儿她……顾明，我苏若儿虽是穷苦出身，也绝不稀罕入你顾家祠堂，受你们这帮肮脏香火。我一条命，顾灵也是一条命。顾灵害我含冤而死，我就要他以命抵命。苏姑娘，是我顾家亏欠你。和珅老爷，下官愚钝，下官实在愚钝啊！陆离始终沉默旁观，此刻方才缓缓抬眼。顾家主，你既然下不了决心，我便替你下。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。我说的可够明白？他脑中轰然一响，如遭雷击，双肩骤然垮下，眼中最后一丝不舍，尽数被决绝取代。下官明白了。顾林交由苏姑娘处置，以命抵命。林氏纵子酿祸，我即刻休书休契。子不教，父之过，我会上书请辞，归乡闭门，以赎己罪。那些帮凶掳掠、看守的恶仆，我也会尽数绑起，按家枪毙毙。他从未想过，顾明竟能做到这一步。望顾家主勿负承诺。去吧。大人，天上层大亮，还可再歇片刻。不睡了，回清源。破庙之内，青影与白衣立在门前，遥遥望着三人匆匆远去的背影。多谢和珅老爷还我公道，若有来世，若儿愿做牛做马，报答老爷大恩。这世间似乎并无九幽黄泉，他未必有来世，更无从转生。但这些话，他不必说出口，连他自己都尚未摸清这世间的运转秩序。公道只还了一半，另一半要你自己去取。走吧，我陪你再走一走。看戏，自然要看全套。顾大人早啊！街上有早起做工的行人朝顾明热情地打招呼。顾明是为民做事的好官，大家伙是有目共睹。只是顾明已顾不上回应。老爷回来了！老爷回来了！你爹已经在帮你想办法了。就算请不到连云宗的仙长，他也一定有办法请到有本事的真人，能治那可恶的阴祟。他想到自己在和珅庙一跪3日，竟是为这么个畜生求神问法，心里的火气便蹭蹭上冒。老爷回来了，你可算回来了。灵儿她……你闭嘴！哪还有半分昔日翩翩公子的模样？父亲，他想起了梦中苏若儿的控诉，想起了那个悬挂在梁下的白影，想起了那生生如刀的质问。顾明站在床前，低头看着这个曾经最疼爱的儿子，胸口像是堵了一块石头。灵儿，你可知苏若儿？
父亲，您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他死在我顾家的祖宅里，吊死在房梁上。不是我，父亲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看着儿子这副丑态，顾明心中最后一丝不舍也彻底化为了冰冷的恨意。求你饶了灵儿吧，他只是一时糊涂啊，他是你的亲生儿子啊，你不能这么对他。住口！若不是你平日纵容溺爱，他怎会做出这等伤天害理之事？即刻休书，休了你这个纵子无度的妇人！来人，把所有参与掳掠和看守苏姑娘的恶仆全都给我绑来，按夹杆绑毙。是。至于你的命就交给苏若儿处置。父亲，不要啊！我不要被女鬼索命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！老爷，求求你发发慈悲，饶了灵儿吧，我给你做牛做马。子不教，父之过。我会上书朝廷请辞官职，归乡闭门思过，以赎我教子无方之罪。把他给我看好了，不许任何人靠近。苏若儿，你的冤屈终于要昭雪了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爹，儿子知错了，儿子只是想纳她为妾。不过是个丫头，死了赔些银子就是。赔些银子？你纵容她强掳民女，包庇她作恶多端，我顾家的脸面都被你们丢尽了。老爷，你要干什么？不要啊，老爷！爹，我错了，爹，别杀我！他欠的命该还了。没了护魂玉，冤鬼要敲门了。我错了，若儿，饶了我！我的儿，银子，娘娘有银子。对外宣称次子顾灵暴病而亡，将林氏送回娘家。我即刻写休书，今后死生不复相见。再把跟着少爷作恶的张福等恶仆，全部按家法杖毙。天亮了，你大仇得报，怨念消解，受不住这阳气。多谢神尊。西南方向似乎有冥冥中的指引在呼唤我。那边阴煞之气冲天，想必是亡魂转世轮回之所。去密林暂避，待日暮后再上路。度化冤魂任务完成，缔结五雷正法，功德加600，累计功德达到1000点，成功触发神位进阶任务。这就是五雷正法，威力平平。已醒了半个月，该回洞府歇息了。进阶任务目标：炼化青阳镇周遭水域，奖励神位晋升8品，随机法宝。要容纳水脉灵晶，先凝练神格。破两潭四溪，就先从七八老院的清溪开始炼化。两潭四溪，今日清溪水脉归本君了。何方野神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打搅老朽清修？在，快停手！我们大王发话了！一只住了300年的老鳖也敢打断本君施法？放肆！老朽乃这清溪龙王，岸边村民年年上供，这片水域是我的地盘。念你初来乍到，不懂规矩，只要你滚出清溪，让老朽自治，每月上供10条木和鱼，如何？够意思吧？啊！10条河鱼！哼！大
大仙饶命！带着你的10条河鱼，滚出本军的清溪！大仙，老朽愿每月上供50条河鱼，仁者充减。我不要鱼，清溪归我。你若继续住这儿，我不拦你，不用交租。小老儿有眼不识泰山，大人您放心，小老儿一定替您把这清溪看管的妥妥当当的。都给我站直了！咱们柳溪的妖要有规矩。你知不知道这里谁罩的？白水河神，听过没有？不怕告诉你，我可是曾与河神大人一起喝过酒的。娘亲骗人！你昨天还说连河神庙都没去过呢。大人的事，小孩子别插嘴。哦，那你倒是说说，这河神长什么样？河神大人的尊容，身高8尺，腰围也是8尺。哦，既然你与他如此相熟，不如现在就把他叫来。河神大人何等尊贵，他老人家日理万忙，哪有空见你这闲人？你别过来啊！再往前走一步，小心河神大人降下天马灭了你！本座河神。大人饶命！刚才不是挺威风的吗？神尊大人，小妖上有老下有小，求您高抬贵手，别赶我们走啊！柳溪归我，一切照旧。多谢神尊，孩儿们快列队欢迎大人！这是樊琴。哼，好硬的头，正好试试新的手段。既然如此，那便尝尝这满功率的五雷正法。竟还能喘气，这肉身倒是有趣。滚远些！再凑过来，本尊今晚便吃烤鹅。水脉炼化完毕，恭喜宿主神位晋升至8品天阳河伯。发放任务奖励：蜀山照妖法宝乾坤镜。镜中毫无妖气显化，这异种当真邪门。这才是真正的定水伏波之权柄。此间事了，也该回神庙歇息了。求河神老爷大显神威，赐信你一个大胖小子吧！唉，定水伏波也就罢了，连求子都求到本君头上，凡人当真无趣。这不是落雁潭那只吃人的凶兽吗？定是被河神老爷显灵收服了。河神老爷法力无边啊！大鹅，大鹅，你以后要住在河神庙吗？能扛住满功率五雷正法，乾坤镜却照不出丝毫妖气。这异种着实邪门，便暂且收你在身边，养养神，看看你是个什么来头。大白，你的新羽毛真好看。收收你的妖气，
别下着相克，这日子过得倒比在昆仑山还要舒坦。青阳河伯陆离，来历不明，疑似化形大妖。虽约束水族无有劣迹，但这等高深修为实在难以揣测。若想与这位大妖交涉，恐怕必须等掌门出关才有把握。李老四进山后凭空蒸发了，就剩这一把柴刀，守渡人王老汉也不见了，这脚印是直奔水底去的。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短短1个月，足足5个人了。我夜里进山，撞见鬼了，那根本不是活人走道，提着白灯笼，身子全是直径径的，那是来索命的。连云宗的仙长迟迟未到，这5条人命的案子，容不得再干等了。顾明大人离世前曾留话，遇事必去河神庙拜求，必去河庙拜求，犹如刀剑出鞘般的精神。北教，立刻去河神庙。大人，这天都黑了，外头可是有吃人的怪物在吃人啊！这会儿出去，就是因为天黑才去。明天案台上又得多一张状子。青阳城有变，诸位，谁愿随我走一遭？我等愿往。阴煞之气极重，全员戒备，连夜除魔。李庙主，下官实在是没法子了，5个人离奇失踪，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啊！算命都说是赶尸作祟，求河神老爷开恩，保佑一方平安。丁，河神任务发布，查清乡民失踪之谜，任务奖励蜀山剑诀。 5个人离奇失踪，求河神老爷开恩。蜀山剑诀，这等破烂奖励毫无吸引力。但敢在青阳河伯的地盘上搅风找雨，简直犹如本君的脸面，找死！也有余将那镇官打发走，此事本君解议。 藏的倒是隐蔽，可惜在本君面前玩弄阴煞，所有的尸气都汇聚于此。失踪的乡民8成被掠到了那鬼地方。敢在本君眼皮之下动土，洗尽脖子等死吧！四面绝壁，本该是阴鬼聚集之地，此刻竟连一丝活物气息都没有，有点意思。神识捕捉到山脚处竟有几股极其阴冷的湿气，还有一丝微弱的修士气息。不对劲，这里是赶尸长老巢，快撤！通知宗门。几位娃娃跟了我一路，怎的这边要走？这可并非做客之道啊！师弟，师妹，不！你们这群邪祟！ 我与你们拼了！就算死，我也要撕开一条血路！可恶，这阴煞湿气已经侵入经脉深处了，灵力耗尽，我几经油尽灯枯，必须逃出去，绝对不能倒在这里。到此为止了吗？连云宗的小娃娃不好好在山上待着，没
要跑到我黑山来送死，你的尸体咱们就笑纳了。无命休矣。这是什么威压？散。晚辈连云宗沈玉，多谢前辈出手相救。你运气不错，正好遇上了我，可活。这水波荡漾的身影，难道是连云宗上下避之不及的那个禁忌——白水河神？在下烈士门周奎，不知前辈是何人，何故管我烈士门的闲事？烈士门，这群邪修，不好，失去攻心了。撑不住了吗？爸，赐你一颗昆仑灵果。好纯纯的灵气，这昆仑灵果竟转眼间将我体内的致命湿气涤荡一空，伤势大好。这股力量是妖力，这位前辈竟是大妖，天不亡我，这是我的救命稻草。大妖前辈明鉴，我烈士门与妖族素来无怨，反倒是这女人所在的连云宗，不知杀了多少妖族同类，你可不能被她蒙蔽呀！区区蝼蚁，也敢在我面前搬弄是非，不知死活。你们炼尸门在我地界上掳人，这也叫无怨？这眼神，他根本不在乎妖族阵营，他到底是谁？不知前辈名号。白水河神，果然是他，那个令连云宗上下避之不及的禁忌，竟然如此强大随系。白水河神，完了！河神大人，我们愿意赔偿1000颗灵石，这已经是我所能拿出来的所有了。你刚刚在石窟里看到了什么？前辈，石窟内满是密密麻麻的坟头，还有数十个赶尸人。他们似乎在中央拱卫着一个极恐怖的存在。不，河神大人饶命！听我解释，那是……大人，我问什么，你答什么。答错一句，捏碎一根骨头。说，你们在黑山到底在练什么？大人不能说啊，说了也是死。那我现在就成全你。我的手指，我全说。阴甲尸，我们在练一具阴甲尸。3年前，我们在黑山发现了一具生前杀孽极重的北齐金丹大将古尸。金丹大将的古尸，他们疯了。为了将其练成堪比元婴修士的阴甲尸，我们抽干了黑山上游魂野鬼的阴煞。如今到了临门一脚，因阴煞不足，我们才铤而走险抓捕活人，企图用活人更猛烈的生魂界补足最后的火候。畜生！所以你们连连宗的弟子也不放过。若是加上几个仙门弟子的精血，绝对够了。还有多久能成？短则半天，多则3天。地库内目前还有20几名筑基弟子和2位金丹期长老驻守。2名金丹长老，这等战力足以覆灭一个小宗门了。哎呦，大人！带路？带什么路？你说呢？在那边，地窟入口就在山腹里。出走性相伴，师弟的仇，我必须亲眼看着他们血债血偿。河神前辈，我能跟您一道吗？随便你。这地方倒是选的不错。
好庞大的地库，阴煞之气竟然浓郁到了这种地步。周师兄，什么人敢闯我炼师门重地？你说还有2个金丹长老，人呢？若是在李氏炼药，阴甲师养成就差最后一步了。那就先清场。和珅大人，求！别单上，结阵！炼师大阵，前辈小心，这阵法连金丹都能困。敢动我炼师门的人就得死！这怎么可能？他2指就接下了我的全力一击。没吃饭吗？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白水河神。河神大人，误会，这都是误。我没让你说话。那就一起死吧！他们的金元正在被强行抽干。成了，真的成了！这阴甲师的气息绝对堪比元婴老祖。是啊，有这阴甲师把他们全杀了。阁下也看到了，这阴甲师一出，谁也讨不了好。你若就此退去，我炼师门倒可既往不咎。这怪物可是铜皮铁骨的银甲师，他到底在等什么？为何不趁机偷袭镇压？别在那儿抓耳挠腮，像个猢狲。安静看戏。3年，
我是韩庄。你是北齐大将韩庄，是我们耗费3年心血将你练成银甲之尊，此辽突然闯入，欲毁你道金，快杀了他！这是什么怪物？想在祭炼中掺杂控尸之法操纵我，你们倒成了我提前破关的养料。老祖饶命啊！是我们唤醒了你。不错，这澎湃的力量，杀了你们就没人知道我华江的秘密。我本是北齐大将，为求长生，葬入这黑山绝地。炼师们那群蠢货，帮我把数百年的苦修缩短至了3年。作为报答，我让他们死得痛快。你间接帮我挣脱了控法，我也同样给你个痛快的死法。故事不错，戏也很精彩，不过该收尾了。狂妄！让我称称你的斤两。我要将你生吞活剥！你别躲开！残影，什么时候？就这点能耐？结结实实挨了前辈一击，这银甲师应该……没有，这上方法技早已与尸身为为一体，连元婴都难以破防。力道尚可惜你破不了我的防。哦，是吗？我韩庄一生征战，未尝一败，这一次也一样。哦，未尝一败，那今日便教教你规矩。既然有小辈看着，也就让我稍微耍耍帅吧。太慢了，你的拳头连本座的衣角都摸不到。只会躲的懦夫，给我死！空有蛮力，破绽百出。这究竟是何等恐怖的实力，简直毫无还手之力！凡人的武道，怎么可能破得了我的狮王银甲？你伤不了我！筋骨也活动够了，就到这里吧。怎么可能？我明明刀枪不入。你一生囿于凡俗事业，又怎识得乾坤之道？本妖君在金丹时候就度4、9天劫如洗澡。你要是修成旱魃，我倒是可以陪你多玩一玩。原来如此，死在大成妖君手下，不冤。这等恐怖的实力，哪怕是掌门亲至，恐怕也接不住他一招半式。小凡，青青师妹，师姐快走！
天地不仁，万物寻道。这蚀骨的死劫，你须得自己扛过，跨不过，便是终生心魔。取石代之，冰冷彻骨。他走了。连云宗弟子听令，诛杀邪修，一个不留。沈渊，这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同门皆死于炼尸门之手，白水河神现身。他一掌便贯穿了恐怖地痞救元婴期的尸肢，一掌击杀银甲师，这位河神大人深不可测。他既然对连云宗无恶意，这份天大的人情我们必须记下。陈长老，请责罚我禁闭思过3年。连云宗算你们运气好。御剑虽随花哨，哪有拳头来的痛快？不过这笔红财倒是颇为受用。炼尸魔道，笑聚黑山，邪魔已死，酸民难归。连云宗都证实了，这是神明显灵啊！除非要事，否则绝不打开。宗主，是宗主出关了！宗主，青阳镇外现一位深不可测的白水河神，不仅护佑乡民，更是一掌击杀了堪比元婴的银甲师，让炼尸门20多人灰飞烟没。一掌拍死银甲师，连本座都未必能一击镇压。备礼，4品渡厄金丹、运灵丹、玄水护心镜全部带上。另外，请出镇派法宝云海千重幡。距离河神庙尚有10里，按下剑光。面对那等化形大妖，必须保持最高敬畏，绝不可在天际遇剑冒犯。元婴圆满，哼。你留在外面。宗主。这就是一掌拍死银甲师的存在，这等威压，
收起来，求见前辈，岂能乱了规矩？毫无察觉，这等无声无息的手段，修为堪称通天。连云宗宗主云岚拜见河神前辈。元婴圆满的修为做宗主，你们连云宗也就一般般嘛。你要渡天劫了。前辈法眼如炬，晚辈却将面临69天劫，实在汗颜。站了3天，坐下喝口茶吧。不显骄狂，平易近人，连云宗有救了。幸得前辈出手斩杀银甲师，清剿炼师门，这份恩情我连云宗铭记在心。区区薄礼，还望前辈笑纳。勉强当个玩具吧，收下了。恳请前辈出任客卿，连云宗愿举宗供奉。客卿，本座嫌麻烦，你无非是怕自己被天劫劈死，来找个免费的打手。前辈慧眼，晚辈惭愧。若是有人有妖在我的地盘造势，我也不介意给他2巴掌。晚辈不敢多加叨扰，这就告退。你欲突破元婴，但在我看来，却是走入了歧途。歧途！前辈此言何意？请前辈教我。元婴修我，化神修天。你困在瓶颈30年，不是和法力不够，是道心不同。放下突破的执念，多去看山水日出，花开花谢。何时看淡了我，便能摸到化神门槛。多谢前辈赐道，多谢前辈赐道。行了，别在这儿碍眼，滚吧。宗主，将宗门后路托付给一位不知底线的大妖，是否太过冒险？万一冒险？守正，你不懂。我在他面前，感觉就像个刚学会走路的娃娃，根本看不透他一丝一毫的通天兽位。难道他是传说中那种能颠覆一切的大成妖君？慎言，他若想灭连云宗，只是动动手指的事，但他并没有。如今天道神隐，妖类多以食人修煞为捷径，这位前辈却不修血煞，连云宗能遇上他，实乃天大的福气。当年我在人间下棋，可是把几个国手都给活生生气死了。前辈，您一觉睡了7、80年，人家分明是寿终正寝。这歧路如道心，赌不如输，退一步方能见广阔天地。多谢前辈赐教，晚辈醍醐灌顶。前辈，这丫头天资极高，是一块万中无一的璞玉。若入我连云宗，倾尽资源培养，金丹可期。金丹，本座教出来的，起步也得是元婴。修仙的事，我也可以教他。老道士，你就别琢磨我家娃娃了。前辈，修仙固然重要，但这丫头7、8岁，正是该读书明理的年纪。我连云宗内设有上好的儒修书俗，不如让她先去那里启蒙。读书确实有理，只是去连云宗太远了，麻烦。连云宗太远，附近李家村有个秀才开的书社，让他先去那里读2年书，认识字再说。妙童该读书了，李家村有个李秀才，明天带他去教束缚。老爷，
香火钱都是您的。你老糊涂啊！本君要钱作甚？明天就给我去交束缚。妙童是吧？会写自己的名字吗？不会，但我爷爷说河神老爷让我来读书的。好，好，好，不管谁让你来的，来了就好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的学生了。李妙童，上课不许睡觉。先生，我没睡，我就是闭着眼睛听您讲课。河神老爷说的，用心就能听到很多东西。我都看见了，拿出来！上课不许吃东西。可是先生，这是河神老爷给我的，不吃的话，河神老爷会不高兴的。下不为例。这气血两虚之症，怎么吃了半个月的补药，反倒更重了？救命！拉我上去！这股味道根本不是病，是妖邪之气。妙童，天快黑了，怎么还不回家？你爷爷该着急了。先生，您最近身体变差了，是不是招惹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你这丫头胡说什么呢？为师就是操劳过度，养几天就好了。不是的，我能感觉到您身上有一股很冷的气息，还带着一股甜腻的香味。妙童，你真的感觉到不对劲儿？先生，您最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奇怪的人？他真的是妖邪吗？我这身体再这样下去，可是我实在放不下他呀。先生，您去河神庙拜拜吧，河神老爷可灵了，您去给他老人家上炷香，求他保佑，说不定就好了哩。河神老爷在上，学生李纯近来遇一西灭女子，名曰柳氏，吾欲娶她为妻，只是她来历成谜，学生不敢妄断，只求河神老爷明示，那柳氏究竟是不是妖邪？若是，学生该如何是好？原来是一条赤鳞红蛇，还是本家呀！能在金丹期便彻彻底底化形为人，这蛇妖倒是有些天赋在身上。这蛇妖一先化人，为造杀孽，但人妖殊途，这书生可扛不住。先生，您身子骨弱，还是起来喝口水吧。人们常说心诚则灵，河神老爷尚未回应我，定是我还不够诚心。是河神老爷显灵了，多谢河神老爷。先生回来了，饿不饿？我给你热了饭。先生今天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没，就是有点累。拿出来啊，照下去。若他是妖，我便得救了。
可是，若他真的是妖，我该怎么面对？我又怎舍得杀他？先生，管他是人是妖，她是柳媚儿，是我的娘子，这就够了。不要！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？不能在先生面前，他若看到我这副模样，定会把我当成吃人的妖怪。媚儿，怎么会？河神老爷的镜子，原来我一直以来的猜测竟是真的，他真的是妖。他在怕我，他的眼神满是恐惧，他一定觉得我十恶不赦。我要逃，不能留在这里吓他。媚儿，媚儿，我知道是你，你停下！不，我不能停。先生，你既知我是妖，又何必追来？是我骗了你。我知道，我早就心有怀疑。我去河神庙，就是去求证，但我没招。我把镜子放在书箱里，想明早还给河神。我怕镜子一照，你真是妖，我就不能再假装不知道了。不，我想明白了，我已经不在乎你是人是妖，你是柳媚儿，是我未过门的娘子，这就够了。我是妖，可我没想过害你。我喜欢你，我想和你一直在一起。我知道，我不怪你。我们回家吧。柳媚儿，你难道真的要害死他吗？河神老爷，求您高抬贵手。媚儿她虽是妖，但从不曾害过人。若要降罪，李某愿一力承担。失语！你百年苦修方解结金丹，身上亦无血煞之气，本有登仙之望，何苦委身这区区百年寿命的凡人，甚至为他沾染红尘因果？河神老爷不懂，成仙纵有千般好，哪及得上先生待我的一分真心？媚儿不求长生大道，只求能与先生结为连理，白首不相离。百年道行竟然却长在了一根名叫情爱木头脑尖上。罢了，随他去吧。就算把他害得只剩半年可活，若是你们还像往常不加节制，或许只有1个月。不行，我不能害了先生，我不能待在你身边。只要能和媚儿在一起，我不在乎。得，2个恋爱脑撞一块儿了。我现在简直就像个强行拆散苦命鸳鸯的法海，脑壳痛。你去考取功名，文运官运可挡妖气。你去黑龙潭清修，修至元婴，便能收放自如。若无一成就，不得相见。媚儿，我一定潜心考学，重榜进士。等我考中了，就像当初说的，我一定要八抬大轿娶你过门。我等你，不管多久，我都等你。河神老爷，法海是谁？河神也是秃子吗？哎呦！河神老爷，李先生和刘姐姐真的能再见吗？能不能再见，取决于他们自己。但要是连希望都没有，那我这个河神
便真的太不近人情了。李先生，老爷有东西让我交给你。老爷说，这颗药丸能帮你补气益血，弥补身体亏空嘞。好久没这么清闲了，不用打打杀杀，每天就是晒晒太阳、逗逗小孩，这才是正经河神该过的神仙日子。苗子真不错，照这个进度，以后这地盘直接交给这丫头罩着，我就能彻底躺平了。少则3月，多则半年，老道这6、9天劫怕是快了。到时候深山里的妖祟定会趁虚而入来搅乱。老道士，你体内那真元躁动的像个快烧炸的水壶，跑我这儿来疯狂暗示，是想拉我当免费保安吧？你连云宗不是有祖传的护山大阵？前辈说笑了，阵法挡得住小妖，可挡不住那些活了数百年的大妖啊！而且这次道盟也要派人来护法，还要顺便拜访一下您这位青阳河神。宋金华是间隔100年一遇的天才，而且性情极为偏执，认定的是9头牛都拉不回。他若是认定前辈是祸害，无上剑阁，听名字就是一群只懂砍砍砍的莽夫。你怕我吃亏，还是怕他吃亏？我怕您一巴掌把剑阁真传拍死，最后倒霉的还是我刘云宗啊！前辈，您能不能先去睡一觉，等前辈大梦初醒，宋金红早已不在，咱们没必要跟疯子一般见识。让我一个化形大妖，为了躲一个小女娃去装睡？老头，你这狗道修得挺深啊，把胆小怕事说得那么清新剔透。我困了就睡，想醒就醒，我没必要躲着谁。若是有不开眼的撞上来，哼，我也不会惯着。好霸道的剑意，哪怕相隔数十里，竟刺得我下意识想要拔剑自卫。莫要失礼。限时10日，弟子持寻妖盘日夜侦查，将青阳峡内妖邪彻底扫除，不留活口。宋神传，青阳水泽多有不曾害人的精怪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这般赶尽杀绝，怕是不妥吧？我倒不知连云宗近来改念阿弥陀佛了，要不要我给你写封介绍信，推荐你去佛宗？那群秃子一定欢迎之至。欺人太甚，在我连云宗的山门前，竟将我们当众踩在脚下羞辱。怎么，诸位还有异议？这也是对那白水河神的考验。若他安分守己配合我们，我道盟可赏他一个8品河伯的证明；若他妖性难驯，哼，他这河神便也别想再当了。真是疯了！你们这是在逼一位化形大妖掀桌子啊！坏了！是剑阁的人！青阳要变天了。他们眼里揉不得沙子，只要是妖，不管好坏，统统都要杀，一个活口都不留。完蛋了，青阳要变天了，现在只能躲着。河神老爷，您可千万不能坐视不理呀！娘，剑阁很可怕吗？可怕，非常可怕！都给我老实待着，不许出声，绝不能让这群疯子动我崽子一根毫毛。这溪里妖气很重，搜，一只都不能放过。别发现我！别发现我！你们也太过粗心，这下面有妖气。糟了，被发现了，绝不能连累崽子们。
讲饶命！老娘在柳溪安分过活，从没害过人啊！巧言狡辩，欺弄百姓，焉知以后会不会害人？速来受死！哼！我命休矣！别杀我娘！原来还藏了一群小妖，正好送你们母子团聚。河神老爷，若非云岚那老道这2天没来下棋，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我竟不知这群疯子已经在我青阳的地界上不分青红皂白的屠了30几条人命。这种非黑即白的莽夫，真是欠收拾。在我的水域上，要杀我的水族。你们问过我吗？若你能秉持正道帮我们斩妖，我剑阁可向皇朝保你一个正神之位。但你若袒护妖物，便是与天下正道为敌，请河神想清楚。你几个萧玄连眼皮都没踩，就是恍若其农村犯点光杀。我本就是妖，你剑阁不是见妖就杀吗？来，斩我！为什么拔不出剑？只要拔剑，一定会死。他的精神威压，这根本不是普通的河神。怎么，剑阁的弟子连剑都拔不出来吗？回去告诉你们上头，这2个被我扣下了，让他来河神庙领人。所以你最好替我祈祷，否则你们还是会难逃一死。河神老爷，我们以后一天给您上3趟香，不5趟。他废了萧玄，还让我去河神庙领人。好一个白水河妖，无需再观察，妖就是妖，蛮性难改。今日若不斩他，我剑阁颜面何存？传令，集结全员，直奔河神庙。我就知道，从他下令斩妖那刻起，我就知道要出事。那帮疯子惹谁不好，非要去惹那位祖宗。走，快去拦住他！河神既然留萧玄一命，事情就还有转机。若让那女疯子直接找上门，连云宗都要跟着陪葬。云岚宗主，你是想说我剑阁斩妖除魔错了吗？你要我剑阁向一只妖低头？你到底是正道修士，还是妖族的说客？宋真传，那白水河神曾一掌击杀过一具堪比元婴的银甲师。一掌击杀银甲师，他的实力竟恐怖如斯。即便如此，我剑阁也绝不退缩。我剑阁立派近万年，从未向妖魔低过头。让开，再阻我，便是与我剑阁为敌。宗主，我们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跟上去啊！要是剑阁真传死在咱们这儿，下次来的就是大成仙君，到时候咱们就是给河神跪下，也得给那宋真传跪出一条活路来。这2人一定做了很坏的事情，所以被河神老爷狠狠揍了一顿嘞。妙童，把门闭好。
回去睡觉，不论发生什么情况，你和你爷爷今晚都不许出来。河神老爷好像生气了。白水河神来的还挺快，主事的既然来了，还你。废我弟子修为，辱我剑阁门楣，白水河神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剑阁入我青阳，残杀有灵众生，这笔账我正要跟你算。我剑阁斩妖除魔乃堂堂正道，你一个欺弄百姓的野神妖孽，也配与我算账？聒噪！一，从今往后，在我的地界，剑阁弟子不许伤任何生灵，都给我夹着尾巴做人。第二，看在云岚的面子上，参与杀戮的弟子全部自废修为，此事便算接过。妖性难改，今日你废我弟子，明日就能杀我弟子；今日你战青阳，明日就敢战南晋。我剑阁绝不会向你这等妖魔低头。这是什么虚空捏碎的强盗路？我今天算深刻理解了云岚口中疯子到底有多神奇。前辈有话好说，宋真传不可动手啊！云岚，你连云宗好歹是道盟一员，如今却与妖邪为伍，卑躬屈膝。剑阁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老道我活了数百年，何时被一个小辈这样指着鼻子骂过？可若不拦着你这个疯子，连云宗都要跟着陪葬。河神前辈，老道求您饶宋真传一命。这老头为了宗门真是操碎了心，只可惜他拼死护着的人，根本是个不可理喻的疯子。云岚，你给我滚开！这是飞雪剑法，剑气横空，万载冰封，快退！小孩子玩意儿。怎么可能？他连身都没起，仅凭一身妖气就摧毁了我的剑势。这小小的青阳，怎么会冒出化神圆满甚至合体期的怪物？本命飞剑，他在燃烧本命飞剑的根基，他这是要拼命啊！白水河神，速速服诛！庄家跋扈，以为这就完了？是法宝，万载冰，剑阁12名剑之一。哦，这股寒意总算拿出了点像样的东西。哪怕油尽灯枯，哪怕燃烧30年寿元，我也要用这小寒风的万载传承，将你这妖孽彻底诛杀！好恐怖的一剑！难道连深不可测的河神前辈也会被这一击撼动吗？这一剑马马虎虎，这玻璃珠子倒是挺好看。不可能！我倾尽所有燃烧生命的一击，竟然没能在他身上留下一道伤口。他到底是什么怪物？师姐，你撑住啊！今日是我技不如人，但我剑阁还有供奉，有封主，有长老，我剑阁力排万年，绝对不会向妖魔低头。如果剑阁都是你这样的偏执狂，还能存续万年，那确实有点东西。啊！
宋惊鸿，贫道忍你很久了。你们剑阁斩妖除魔，好大的威风！南海归墟海妖侵犯，你怎么不去跟老龙军玉石俱焚？西南万妖国祸乱边境，你怎么不去死战？极北荒原大妖群聚，你们剑阁怎么不去杀个七进七出？说好听点叫斩妖除魔，说难听点，你们不就是欺软怕硬，看人下菜碟吗？我错了吗？不，我恪守剑阁教义，妖皆恶，见则斩。南海归墟，万妖国，若妖族作乱，便是天地浩劫，我怎会有错？可是为何我半个字都辩解不出？宋真传，撑住，不要前世，只有生住。河神前辈，我这是替您出气。这群人上来就喊打喊杀，着实过分。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为了保下这女人，倒是难为你们2个老道人了。不过我的道早已划得明明白白。这股力量根本无法阻挡。妖孽，你怎么敢！至于你，纵容弟子在青阳境内屠杀生灵在先，3次对本河神出手在后，我便取你性命，以儆效尤。河神前辈，宋惊鸿油尽灯枯，已是将死之人，你又何必非要在此取他性命？功当赏，过当罚。不管他是不是要死，我都不恋背他这一条性命。完了，不仅7位弟子全被废了，更重要的是宋惊鸿，这位剑阁重点培养的真禅弟子，如今落得这般下场，我该如何向道盟交代？如何向霸道的剑阁交代？今日之事就此了结，剩下的人交给你们处置。这剑丸，剑阁冲撞本神暂且扣在我这儿，想要回去，让剑阁亲自派人登门白水河来取。今日之后，白水河神算是彻底将剑阁得罪死了。可面对实力深不可测的陆离，我哪敢说反驳之言？多谢前辈，手下留情。回去吧。师兄，别愁眉苦脸了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如今连云宗紧邻白水河，河神前辈修为通天，又并非凶蛮不讲理之辈，我们只能站在他这边，这是别无选择的事。这下宋惊鸿身死，剑阁必定高体法高手必会出手，甚至惊动洞头界大能大圣仙君也未必不可能。时候恐怕整个青阳地界都要遭殃。再者说，师兄以为河神前辈到底是何等修为？宋惊鸿乃是元婴圆满，手握剑阁名剑，竟被前辈一招碾压，莫不是大成妖君？若真是如此，就算剑阁的那位无上剑君现身，河神前辈也是不怕的。不太可能，皆是坐镇妖域的无上存在，怎么可能屈居这小小的白水河？或许他老人家是合体妖尊。我与蓬莱岛的玄真道友有救，他们对待妖族颇为中立。我再修书一封送往蓬莱岛，请他们从中斡旋。费心劳力，终究是庸人自扰。今日杀了剑阁真传，扣了剑丸，以剑阁的偏执霸道，此事应该不会就这么轻易结束。不过我既然敢背这条命，自然也没再怕的。我倒是希望剑阁派一些真正的高手来，让我称量称量这方天地的上限究竟在何处。